3月13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宁愿摧毁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中国学者陈文彬也在去年的中美论坛当中建议，要赶快收复台湾，把台积电抢到中国手里。这两段话的含义是什么？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又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本《晶片战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细盾这个概念？所谓的细盾指的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像一面盾牌，可以保护我们免受侵害。因为如果台湾陷入战争，全球的资讯产业都会因此停摆，这会让其他的国家愿意发动制裁或者是军事支援。而总统蔡英文在2017年时也引用了这个理论。但是美国和中国可能正在削弱这面盾牌。首先是中国政府正在全力的发展半导体产业，近期规划了约10兆人民币要支援发展第3代半导体。同时，美国也试图减少对台湾晶片的依赖，极力的推动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生产晶片，引发了台积电去台化的质疑。大家担心，一旦晶片的制造核心离开台湾，台湾的处境会更加的危险。中国和美国到底想要做什么？台湾在半导体界的地位会被取代吗？今天就让我们用这本《晶片战争》来聊聊这个话题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频推出了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频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邮照，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 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在半导体产业当中，要制造出一个晶片有很多复杂的流程哦。不过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 IC 设计跟 IC 制造2个部分。IC 设计负责用软体画出电路图，而 IC 制造呢，则负责把设计好的电路图刻在晶圆上，并经过测试、包装等一系列的程序，生产出实体的晶片。在过去，美国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大部分的公司会一手包办 IC 的设计跟制造。这种模式呢，称为是 IDM， 意思是垂直整合哦，像是英特尔啊，还有这个三星走的都是这种模式。不过，随着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跟分工越来越复杂，要有一个可以做出晶片的工厂，需要负担非常高昂的成本，因此就出现了许多只做设计，再把设计图交给工厂代工的公司。而这种模式呢，也被称作是 Fabless， 也就是无晶圆厂。Fabless 的模式呢，让半导体产业的分工开始分散。而就目前的全球局势来看 ，IC 设计的产业因为主要的软体跟技术集中在美国，所以美国有1半左右的市占率，而台湾呢则以 18% 位于亚军。而 IC 制造部分呢，由于需要相对低廉的劳力，昂贵的工厂呢也需要政策还有资金支持，大多都在东亚国家。而这部分呢，台湾更是全球的霸主，在晶圆的代工上面有 64% 的市占率，全世界10奈米以下的高阶晶片更有 92% 是来自于台湾。不过近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崛起，让台湾多了一个强力的新对手。2016年，习近平宣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希望到了2025年，中国的晶片自给率呢可以从 15% 提高到 70%。而这个计划的背后有2个主要的原因哦。第一呢，是中国每年进口了全球3/4的晶片，不但花费了大量的金钱，高度的仰赖外国的晶片供应，也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为一旦其他国家不出口晶片，不仅是国防武器无法制造，连洗衣机啊、车子都做不出来。而第2个理由是，由于中国负责的主要都是相对低阶的加工，在晶片市场的产值呢，只占了全球的 5%， 赚钱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能够提升技术，就能够赚更多的钱，还能够扩展中国在世界上面的影响力。然而，当时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并不发达，缺乏了很多的关键技术，这个计划也就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那要怎么解决技术落后的问题呢？中国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直接用买的。
收购是中国政府在推动晶片发展时经常采用的策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紫光公司。紫光除了51% 的股份来自于北京清华大学之外呢，也得到了中国政府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根据分析师的叙述，紫光的投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市场上面有什么就买什么。紫光甚至一度想要买下1/4的台积电跟联发科，不过因为台湾当时有法规限制而作罢。总之呢，在不停的买之下，紫光现在成为了一个全球第5的手机晶片制造公司，也拥有5G 晶片的相关技术。那除了直接收购之外呢，中国也会透过停止购买对方产品的方式施压，强迫他们提供或贩卖重要技术。因为世界上面比较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他们的营收呢有30% 以上都来自中国。例如 IBM 就曾经被中国用限制销售，强迫他们提供伺服器晶片的相关技术，而 AMD 也曾经将最主流的 X86 处理器晶片简单修改，再将技术转移给中国，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崛起的关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技术都是靠着收购或是强买强卖而来的。中国政府投注在半导体产业的资金，也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内成功的培植出了一些很有竞争力的半导体公司。华为是全球3大通信设备公司，它的产品除了手机，还有让不同的电话线路能连接的电话交换机、基地台相关设备、无线网络、4G 5G 等。它的基地台跟技术遍布世界各地就好像上网很难不碰到 Google 一样，使用手机也很难避开华为的产品。作者指出呢，华为之所以能做大做强除了拿了中国政府提供的750亿美元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钱大多都花在了研发。华为每年花在研发上面的资金超过了150亿美元，跟 Google 亚马逊等大公司差不多。在高强度的研发之下，华为设计出了大量复杂的晶片，拥有2570多项的5G 专利设备，并且制造出来的5G 基地台呢，无论是在价格还是品质上，都远超过其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华为的成功以及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美国有2个担忧。第一个是经济上的，因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国家大量补贴的加持下，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可能会抢占到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市场，甚至超越美国的技术水平。而另外一个担忧呢，则是军事上的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让民间技术跟军方的技术能够互通，半导体产业也成为了军事武器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晶片技术被应用在军事武器上面，例如无人机还有飞弹，甚至呢，在华为的基地台后面还可能藏有间谍程式，会为中国的军方提供情报。于是，在经济还有国家安全的考量之下，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出手打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那么，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2020年的10月，美国政府推出了晶片禁令，要求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都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够出口晶片给特定的中国公司。这其中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杀伤力最强的是台积电跟荷兰的 ASML 这2家公司。ASML 呢是一家微影技术公司，他们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把电路刻在晶圆上面的 EUV 技术。EUV 技术呢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也是 ASML 的独家技术。如果想要制作高级晶片，没有 EUV 根本办不到。那关于 ASML 的详细资讯呢，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节目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那回到正题，在跟美国交涉之后呢，双方达成了协议 ，ASML 将不会把 EUV 机台出口给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而另外呢，台积电也遵守了美国的禁令，减少对于华为出口的高级晶片。可能有些人会问台积电跟 ASML 又不在美国，为什么要听美国的命令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这2家公司有很多重要的零件或技术都是美国的，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援，他们在技术发展上面也会碰到困难，所以才会愿意放弃部分的中国市场。那么，美国的这些措施是不是真的能够锁住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咽喉呢？美国的晶片禁令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禁令一推出之后呢，由于晶片短缺华为的手机出口量大幅下降了80%，从世界第1跌到了世界第7。此外，中芯的代工产业呢，也因为缺乏技术，被外界认为短期内很难有突破。那中国被封锁之后，有没有可能转而自己制造晶片呢？作者的看法是可能性很低，因为大多数半导体产业的技术都太复杂了。就像前面提到的 EUV 技术有45万个零件，花了10年才被开发出来。
来，所以短时间内呢，中国要做出自己的晶片难度很高。不过作者也指出这场晶片封锁呢，只针对相对高阶的技术，像4G或者其他低阶晶片，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中国接下来会透过大量补贴的方式，用低价的产品抢占市场，这可能会取代台湾在中阶半导体代工市场的地位。而除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呢，美国可能也正在削弱台湾的半导体实力。台湾的晶片制造技术在全球领先，但是现在却受到了美国的双重挑战。首先是来自民间的挑战，美国晶片龙头英特尔前年推出了2个新策略第一个呢是跟荷兰的公司 ASML 达成协议，让英特尔可以在台积电之前取得最新的 EUV 机台，这可能会让英特尔更早掌握最顶尖的晶片制造技术。第二个策略是英特尔也开始进军晶片代工业，试图抢占三星跟台积电的市场。另外一方面呢，近年美国政府也发现美国过度的依赖台湾的晶片，所以有可能会借由制造设备的管制或者政治施压，迫使台积电将最先进的技术移往美国。而在这样子的双重夹击之下，作者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将会变得更加的艰辛。《晶片战争》这本书呢，虽然主题是半导体不过因为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讲述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读起来就像一本历史故事书。即使呢是对于自然科学比较陌生的人，在阅读上面应该也不会太吃力。在这里推荐给对商业国际情势有兴趣的人。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因为这本书呢是去年的10月4日出版的可能会没有办法涵盖到最新的资讯，所以如果大家有更新的资讯或是观点，也欢迎在留言区帮我们补充那回到正题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作者讲的这个晶片故事主要是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那这种美国角度的叙事方式，让我们很想要知道作者对于细盾的看法。而这边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他认为细盾其实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观点。因为随着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变少，美国将会更不愿意冒着危险出兵帮助台湾，所以中国可能会借由制造小范围军事冲突的方式，先打破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御承诺，再慢慢的蚕食台湾。作者在采访当中呢，也认为真正能够在国防当中起到作用的，其实还是台湾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不是晶片产业。好的，那因为篇幅的关系书里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没有办法谈到，比如说半导体产业的起源、台积电的建立过程，或者是美国制裁中国的细节等等。欢迎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买这本《晶片战争》，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今天最后呢，想问大家的是，你觉得台湾发达的半导体产业能不能够保护我们免于中国的侵略呢？我觉得可以如果台湾发生战争，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就算不出兵，也会大力的制裁对中国施压。比如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么重要的产业呢，反而会增加敌人攻打我们的诱因。所以我觉得影响不到，要抵抗敌人呢，靠的是军事实力，而不是经济实力。对其他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晶片战争》这本书。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半导体产业都在干嘛，以及 ASML 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